大家好，本期是千之的同行同为设计师的提瓦特地理为各位带来的千之传说任务和人设的一个杂谈呢。千之所代表的不仅是一个人，一个品牌，它更代表一种理念。那千之的传说任务呢，中二味很浓，对吧？而影射的内容呢又很现实，所以在写文案的时候，我心里把它分成了两个层面。一层是游戏中的角色塑造，一层呢是传递出来的品牌理念。那在第一层中，我们以角色塑造为评价的标准去分析千之和他的传说任务呢，我会认为这个传说任务并没有把千之这个角色塑造的更立体，因为传说任务的内容是基于已有人设展开的续写，把千之说话直接、我行我素的性格和抗争与革新以及坚持梦想的品牌调性呢强调再强调。但是这种强调并不能让我理解为什么千之设计的衣服会受人追捧，枫丹人为什么会喜欢反抗这种设计理念。所以千之给一部分玩家留下的印象仅仅是这个角色说话很拽。我觉得抛开人为找茬的因素，只谈角色塑造这方面呢，是因为读完千之所有的文本和传说任务后，对于千之作为设计师的设计理念源头并没有说明，专业性方面呢草草带过。传说任务中仅有涉及千之设计理念的文本是对于织物更倾向于到期生产的，可能是因为家乡的关系。所以千之作为设计师，他的设计理念和专业性都被一笔带过的时候，他的设定就变得有些刻板平面，留下的印象呢就只有他强硬的性格。其实同样说话很拽的角色，海哥也算一个。只看海哥的传说任务，他用自己对人性的理解计算到了反派最终的失败，完美的解决了问题。那么当剧情把海哥思考问题的过程展现出来，玩家就能跟着海哥思考的方式去理解海哥的行为逻辑，从而认可海哥这种拽并不是装逼，而是他的认知让他对没有必要的琐事毫不在意。那这就像我们在接触客户的时候，说了一堆合作过的企业案例，但真正能打动客户的，让客户感到我们的专业性的，其实是当他说出要求的时候，我们能把他描述的抽象的理念具象成符号展现出来。这个时候客户就会觉得，你小子还真有一套，那他就会很信服你，后续的合作呢也会进展得非常的顺利。所以为什么我会觉得海哥的人设很扎实，但是千之就不太落地？除了是因为海哥剧情多，千之本身描写比较少的客观原因，还因为角色的设定理念的源头没有交代清楚。而为什么我觉得一定要交代清楚呢？是因为千之的性格特立独行，那么在三次元中特立独行的人被理解的成本是高于普通人的，所以当我们设计一个与众不同产品的时候，对它进行设定上的补充，能帮助用户更好的去理解和接受它。那么如果我们把千之的传说任务改一改，变成一个具有反抗精神的其他人，在做一件坚持自己梦想的事，然后在过程中遇到了阻挠，但他没有放弃，那么这个时候他结识了千之，千之通过自己的专业性帮助了这位角色，最终双方共同完成了这次具有象征意义的挑战。那么通过角色之间的交流，理念上的沟通，传递出来何为反抗，为何要反抗，反抗的意义，是不是会更容易让玩家去理解千之的行为逻辑和他的专业性呢？比如我们之前提到过的星焰嘛，他和千之都是反抗的代言人，但他们反抗的方式呢又各有不同。而星焰热爱的音乐来自于枫丹，千之呢也在枫丹从事设计工作。既然如此，那这两个角色的碰撞产生的火花，是不是就可以成为玩家理解他们的切入点呢？比如星焰来到枫丹演出，遇到了各种问题，千之给他设计服装，从而产生了一系列关于反抗理念的讨论，然后再展现出千之是如何把这种理念具象化应用到服饰设计上的。而星焰在穿上这身新衣装之后呢，演出大获成功，获得了大众的认可。那这样的故事会不会让千之这个形象更立体，更被玩家所理解和接受呢？因为我们自己做设计行业的习惯呢，就是每一个元素的应用都有必然的逻辑。比如最基础的为什么要用圆形是因为想让气质看起来更柔和一些，为什么要用方块，可能是因为想要传递稳健的调性。只有让用户从根源上理解这种选择，这种设计背后的逻辑，那么他才会更认可你设计的东西。所以因为一个角色没有被理解而产生的偏见呢，这个真的很可惜的。这也是为什么其实我挺喜欢看一些角色设计元素的解析视频，因为这能够帮助我们更深刻的去理解角色设计的理念以及背后的文化符号，就很有趣了。
啊。当然这就扯远了。那回过头来说，心念和千枝的互动这个 ID 啊，原神你要不要真的考虑一下？那么以上就是我对于角色塑造层面的看法。当然，因为原神的角色和传说任务也不是母鸡下蛋，一下能下好多个，总得慢慢来嘛。有的神甚至都没有第2章传说任务呢。然后我们第2个层面关于品牌理念传递的内容，就让千枝成为了一个制作组和玩家和现实喊话的传声筒。当我们把千枝带入原神或者老米之后，再对千枝的人设和传说任务进行解读，就变得更有趣一些，而不强调专业性也似乎更合理了。因为如果千枝代表着老米，那么千枝的作品和他的专业能力就不言自明了。在这个传说任务中呢，重点表达了对于商业竞争中灰色手段的不屑，以及对自己理念更深刻的强化。对商业竞争中灰色手段的炮轰自然是刺激的，大快人心的。但是我更多关注的是产品思维这种理念带来的现实意义。我们可以看到千枝或者老米对于时尚这个概念，对于流行这个概念的解读是：别去迎合它，做自己的东西，去改变它。那这种看质量而不是跟热点的产品思维呢，是很重要的。远的不说，就说原神成功后，当整个行业一股脑的往2次元开放大世界题材里卷的时候，老米又在做什么呢？他做了回合制的小铁。小铁没有上线前有一种质疑是我不喜欢回合制，我觉得它应该不行。但是1年后的今天再看呢，所以老米用自己的实际行动践行着这种理念，而并非只是喊喊口号。我认为这对于做内容的创作者，对于在做自己品牌的玩家来说，是非常正确的一种引导。在我接触的有限的甲方中，真正能够成为行业中风向标的，在行业中有一定影响力的甲方，对于自己的产品调性都有着极强的把控力，并不会去盲目的跟风。而流行文化想要变成经典，一定是它的内涵足够深刻，才能常看常新，才能经得起时间的考验。去追逐流行，追逐热点本身就是急躁的，一个急躁的生产者一定做不出有沉淀的内容。所以我觉得这是千枝传说任务中应该有人去说的点。当千枝任务影射友商刺激到玩家神经的时候，当社区因为这种反击而开始狂欢的时候，反而我作为一个原神玩家，并不想拿着这根大棒去欢呼，更多的是庆幸在这个时代还是有人在用产品思维去扎实的做事，并且影响更多人的。所以结合这2个层面，我想说，第一呢，老米确实还是有点中二的，因为在厂商的角度，厂商应该设计一个更讨玩家喜欢的角色，而不是一个尖锐的角色，越尖锐风险就越大。而这种充满风险的事情，通常是2次元里的热血笨蛋行为。其次是希望千枝在未来能够迎来人设的深入刻画，因为对于角色来说，只作为传声筒，只作为理念传递的工具，还是太遗憾了。如果大家都能有像萧公第2章传说任务这样的待遇，那么对于真正喜爱支持原神这款游戏的玩家来说，才是最好的感谢。以上呢就是我憋了好多天的千枝传说任务观后感。虽然我知道这种爹味很重的内容喜欢的用户是很少的，但是我也是产品思维的作者，虽然能力有限，但还是愿意把我觉得有价值的东西分享出来，其实也算是给自己思考后的一个交代吧。好的，那么做完这一期呢，我就能去做我们 QQ 谈谈可可爱爱的林尼特邀约任务啦。那么祝所有追逐梦想的朋友时装周快乐。